常建雄当年拿了我的论文，你们公司才有今天的成就。所以说，你们每个人知道，你们都是踩着我的肩膀，你们才有今天的成就。因为这个人是你，所以我不相信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圈套。在海岛的密约、入股极客飞行，还有奈玛，都是我报复常建雄的战利品。你不去做演员，真的是可惜了。在我面前，你是个商业精英。南桥来了，你就变成了一个复仇者。在南桥眼里，现在又是玩弄感情的花花公子。我本来就是玩弄感情的坏人，你不怕吗？威斯快把我们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。老大，你不能因为男人胳膊肘往外拐啊！我不会让我自己的事情变成公司的事情。你知道我从不做梦，我只知道自己要的东西要自己去争取。老大，这访谈栏目咱不能缺。公司现在这个处境上节目，那就等于给对手机会吊打咱们呀。老大，我们能理解你对前男友的心情，可是分手也不等于要自虐呀。对付一个叛逆的孩子，放任自由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因为你越这样，他才会越内疚。你往别人车上抹泥巴，还没做坏事呢，他们都告到学校去了。我那是伸张正义，有些讨厌的人就该有人教训。要教训人呐，就要站到对手的对面去，背后偷偷摸摸的搞事情，丢人。若果安妮不同意呢？他肯定同意。能够踩到南墙，这场戏他肯定不会错过。你干嘛呢？你们已经给南桥身上捅了一刀了，还想打欧阳琦的主意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小琦是绝对不会上你的。温迪，算了，已经是过去的事儿。二位好，我是今天主持人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台本，一人一个。一会儿呢，你们两个可以看一下里边的我们的一些内容，还有时间流程。我们节目能请到二位这样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，真的是非常荣幸。你这个问题也是够犀利的。你真的觉得我们 Wins 的成立是针对极客飞行的吗？哎，石总，公众人物面对着我们的观众，肯定有非常多观众的好奇想要问你们。那做我们这一行，不就是想把观众的问题来问问你吗？是不是，南总？我没有问题啊，所有关于无人机的问题我都能回答。当然了，Wins 成立的时间我也很好奇，也很期待石总的答案。石总，之前你是极客飞行的股东之一，但是突然离开了老东家，又另起了门户，开了新公司，公众对这个事情还是挺有遐想的。合作过后有单干的念头，这很正常啊。自己公司的股东一夜之间变成了竞争公司的 CEO， 我可是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。怎么，南总舍不得？岂止是舍不得呀！我也得好好反思一下，为什么我自己的公司留不住人。
像石总这样既懂技术又懂投资的合作伙伴，谁想失去啊？不过最近我也想明白了，石总有理想，有资源，也许离开极客飞行才是最好的发展吧。南总啊，你这是嫉妒吗？嫉妒会让人变得丑陋吧？石总人脉广，认识资本丰厚的大东家，能第一时间就推出跟 VR 的合作，这种实力是嫉妒得不来的。我们极客飞行白手起家，靠着合作伙伴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这才是我们自己要走的路，何必要羡慕别人呢？南总果然是快言快语的女中豪杰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制是直播，所以二位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流程，毕竟对话的默契很重要。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合作了这么久，肯定有默契的。对了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近朱者赤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二位再继续沟通一下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南总。安姐过来探班。初次见面，我是安宁。南乔，偶尔听十月提起你，今日一见，南总比我想象中还要更特别一些。谢谢安总的夸奖，也谢谢安总的花。虽然没听十月提起过你，但是今天见到本人，也是觉得非常特别。南总真会说话，可惜手底下人没有得到真传。不过没关系，年轻人创业嘛，难免有的时候心浮气盛。威恩斯和极客飞行也确实有一些误会，小伙伴们一时受挫，做了一些不理智的事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年轻人做事冲动，我觉得很正常，挺好的。有话就直接说，有事情就直接做，最起码不会背地里动刀子。至于极客飞行和威恩斯是不是真的有误会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二位聊，先去演播厅了。你这个时候来这里，是怕我们 Wins 的气势输给极客飞行吗？今天是威恩斯和极客飞行第一次正面交锋，我怕你怜香惜玉。我既然来了，便心里有数。我信你。安姐不在现场陪十月录影，怎么就先回来了呢？没赌过博吧？买定离手，这是游戏规则。请吧。
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，以及通过线上方式观看本次访谈节目的各位我们的嘉宾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现场不聊美食，不聊美景，也不聊美女，我们要聊一聊我们的另外一双眼，让无人机带领我们领略大千世界。那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，也为大家邀请到了2位在业界内非常知名的人士，来为我们来详细解答关于无人机领域的一些事情。那这2位嘉宾呢，首先我们的第1位来自极客飞行的 CEO 南乔女士。Wings 公司 CEO 石跃先生。我们都知道，当今科技创业大热，不少的青年才俊在这一条道路上非常的成功，但是像南总这样杰出的科技女性却不多见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来问一问南总，为什么会选择无人机这样一个领域呢？好机会，小乔最擅长这个，如果能成功拿下第一个问题，肯定能赢得不少的观众缘。好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其实我哥哥是一个飞行员，飞行梦是他带给我的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无人机是不是可以应用到更多领域里面去？好，那刚才通过南总对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回想，那这个问题同样问一下我们的石总，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无人机这样一个领域，并且你觉得在未来无人机领域会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你这个问题有点深奥。其实呢，我自己觉得人类与科技的结合，并不在于仅仅的一些共存。科技成就了人类本来的不可能，也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方式。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的 VR 技术，跟无人机的结合，完全打破了监视在距离上的一些局限。站得高，看得更远。对于我来说，无人机简直是人体的延伸。石总的话还真的是让我们深思啊。那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极客飞行成立了有3年，与刚刚成立的我们的 Wings 公司在科技理念上达成了共识。在之前，我们一直认为 VR 与无人机的结合的创意是南总您第一个想到的。刚才石总的话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？其实不瞒大家说，我是跟南总呢偷师了好几天啊，还有我的那些 VR 技术灵感都是从南总身上拿到的。所以之前师徒对手的这个传闻是真的？是。向南总偷师这个传闻也是真的？是的。谈不上偷师吧，石总在极客飞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。其实极客飞行研究 VR 技术，灵感的来源是石总才对。那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，我们摄制组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。这个视频呢是无人机第一次真正的在网络上传播，并且呢能够让万千网友热血沸腾。那在看完之后，我们将会再次有请2位来为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我们这一个视频背后的故事。请看大屏幕。抽他个大嘴巴！我终于明白，小乔为什么非要来参加这次直播。他是想借这次机会替石跃洗清骂名。他已经不是你们当年认识的那个男人。这样的小乔，让我心疼。坐吧。喝点什么？随便。
听过南总对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回想，那这个问题同样问一下我们的石总，你为什么？安姐约我见面，就是为了一起看这个。你觉得在未来，无人机领域会为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这么多年，我最满意的作品就是如今的10月。您培养出来的石总确实出色。那还是要谢谢常少啊，要不是当年的论文事件，我怎么会得到10月这么有力的干将？年少不经事，难免犯点错。怎么，安姐想要替10月好好教训教训我啊？生意人，别老说教训不教训的。太野蛮，我不喜欢。生意人那套假惺惺的东西我也不懂，我只知道善恶分明，施恶就要嫉恶如仇，是有，就算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。想不到常少爷对朋友如此忠诚，就是不知道南桥小姐对你是不是也是一样的。早先我听说过一句话，说，在感情世界里面，默默付出的人，最后也会默默离开。即便你们世家交好，青梅竹马，但也终难抵得过干柴烈火。难道常少不怕吗？看来安姐对男人还不是特别了解。就算是竞争，赢要赢得光明磊落，输要输得心服口服。有些人喜欢背后使阴招，而我和10月都不屑这么做。现场的各位一定看过这段视频吧？那有没有转过我们的朋友圈或者说是微博？有。其实我自己也有转过。哎，南总，刚才看这段视频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我们极客飞行的一种营销手段吗？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视频当中的就是我们的石总吧？显然，2位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就是一对情侣，所以石总当时你是什么心情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想问，我们哪里像情侣呢？当时我们在网上大家评论热议的时候，可都说这个眼神非常有爱。我跟你说，网上评论的那些东西呢，千万不能看，那些叫什么呢？那些叫脑残粉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们2个人呢，都是一个专业的演员，所以能骗过大家。我相信今天台下的你们都是我的真爱粉，是吗？所以，南总你怎么看？虽然看上去很像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，但是我今天要说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。石总，VR 技术和无人机的结合，灵感源于你，由你来完成这个创想，只能说是物归原主。从极客飞行的成立，或者说，从我萌生飞行梦的时候，就从石总那儿得到过莫大的启发。我一直心存感激，甚至是遗憾和内疚。遗憾的是没有很早就跟石总相遇，成为合作伙伴。内疚的是，因为之前的机缘，这些年给石总造成的困惑和痛苦，非常抱歉。真的非常抱歉。
期待极客飞行出新产品的朋友们，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，久等了。但是请大家相信，极客飞行会因为热爱重新振作，负重前行。其实飞行梦想，从来都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或者一家公司的事情。每一个热爱者的支持，每一家公司的加入，都是不断的在壮大无人机事业。所以有些时候，竞争对手，也许是我们前行路上最好的陪伴者。对吧，石总？一点点。借给我5000万，我给你银行利率上浮10%。你没有车，没有房，你的公司没有不动产，你拿什么来做抵押？要不这样吧，把你自己抵押给我。可以啊。有没有想过，在满天繁星下试飞你的无人机啊？现在吗？你怕你的无人机不行啊？你的分析师没有告诉你，室内悬停技术是极客飞行在业界一举成名的原因吗？好喜欢你哟，么么哒。整句念。好喜欢你呀，么么哒。在海岛的蜜月，入股极客飞行，还有那一晚，都是我报复长剑雄的战利品。明白了？还有，我跟你们说 ，VIV 之后，你们所有的产品、所有的计划，都会被我威尼斯撵上。怎么？长少见不得自己喜欢的人给10月道歉？我是怕安姐见不得自己心爱的男人被南桥道歉。想不到长少是个睚眦必报的男人。那安姐呢？安姐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呢？不断进军新的领域，并且能迅速的做大做强，无一失手。就连我这个不经商的人都不禁好奇，能力得有多全面，才能这么驰骋商界，游刃有余啊？你会这么想，一点也不奇怪。这么多年，像你这样的质疑声，我也没少听。世俗的眼光就是这样。但凡女人成就一番事业，就觉得要么是靠男人，要么就是靠打擦边球。那安姐其实靠的是什么呢？坚持。但凡我看上的东西，只要咬住，绝不松口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换一种理解。但凡是我认定的猎物，我会让他插翅难逃。看来10月跟安姐的这几年，
没少得到安姐的真传，手段凌冽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也不知道是安姐的有心示意，还是十月她本性如此。长少认识十月的时间应该比我还长吧？难道还分不清楚吗？怪不得这么多年还没把南桥小姐追到手。不知道是长少情商太低呢，还是真的愚钝？不过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提醒你，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变成我的猎物。我怕到最后难免伤了他。看来安姐果然如传闻中一样有手段。不过我也提醒你一句，动了不该动的人，我常剑雄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爽快，看来我们还是有很多默契的。告辞。我送你。长少今天也算是认了门了，以后想知道我什么事情，尽管来问我，就不用再到处找人打听。要不要找人盯着他？不用，他会来找我的。总算知道了一个在明处的敌人，是个好事儿。怎么会是敌人呢？说不定是个盟友呢。那要不要瞒着点十月？不用，把消息放出去。鹬蚌相争，渔翁才好收利呀。郝杰，你说你怎么好意思姓郝呢？也不能怪他，眼力太差，认贼作俑。你们刚刚南桥说还要感谢谁呢？你废话，那是我们老大心胸宽广。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说多了，我们机密又被盗。走，你先走，跟他聊两句。郝杰，在。南桥大赌。他不跟小人纠缠，这是他的选择。但我和他不一样，凡是欺负过南桥的人，这辈子都会留在我的黑名单里。没有出头之日吗？没有。也许到最后，这一切都只是个误会呢。别拿误会当借口，装出一副高尚隐忍的样子。骗子不配得到爱。小琪，小琪，我这。老大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这一堆文件等着他签字呢。老大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还是在接受采访，估计咱们开会又得往后推了。哎，谁能想到有一天咱们跟老大开会，还得跟这帮记者、媒体抢时间。要怎么说呢？得网络者得天下。怎么说？就说 Q 哥啊，参加了一个网络相亲节目，吸引了无数的女粉丝。再说老大啊，参加了一个录影直播，成功的把一科技公司转型成了娱乐公司了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要不是老大在网上树立新形象，我们公司能度过这次危机吗？哎，老大回来了，10分钟后开会。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哎，
我什么时候也能变成老大那样的女人啊？享得了福啊，另外一个层面呢，就是吃得了苦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女人，尤其是老大这样的人，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心平气和的和前任男友聊公事，对不对？还能偷偷的摘干净背叛这个马云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意味着老大把10月这个人渣放下了，好事儿。现在网上都拿老大举例子，说她是独立女性的典型代表，面对渣男敢爱敢恨，昂首阔步不回头。独立女性，她就得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，意味着有苦不能说，有泪不能流啊！那些写手哪知道老大眼下那黑眼圈用了多少粉底才涂上的呀？这个我特别同意老秦啊，就是咱们老大作为一个公司领导来说，没问题，是吧？敢做敢拼敢担当，对吧？但是单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说呢，怎么了？所以说，一个男人绝对不能找一个强势的女人。你也是吗？当然了，我要找的是温柔贤惠的老婆，不是埋头苦干的老板。做女人难呐，做一个事业和爱情兼顾的女人更难。你有话就说，你这样看着我太吓人了。不得不说啊，自打你认识10月之后，在人情世故和说话做事这方面，不仅开了窍，还上道了。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呀？如果你在台上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去指责 Vince， 反而会让大家对我们公司实力堪忧，觉得一个新兴的小公司就能把我们一击即碎。可如果我们强势的去打压 Vince， 又会让公司陷于八卦之中，我们的产品反倒成了陪衬。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呗。所以说啊，你这招无声胜有声，给我们的公司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不争，正是我们此时需要向媒体还有大众表达的一种态度。行了，别夸我了，我听出来了。老大，我们说一下下面的计划吧。接下来的计划我做了个计划表，现在发到群里，大家看一下。有什么抱怨的，赶紧的。你们3个不抱怨时间紧、任务重了？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嘛，对吧？不就98页吗？对啊，平均下来每人才30多页，不多。我们一直是最紧密的5人秘密小组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5人小组。所以我想说一下我的计划。我想休息一阵子。这段时间你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啊！放心，公司有我们呢。最近因为我的事儿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所以全体休假。这事儿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商量一下？公司运营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，又不是解散公司，大家带薪休假。好，那就听小乔的，大家先休息1周，调整一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从《极客飞行》发布第1件作品开始，我们每个人都处于特别紧绷的状态，经常是为了赶进度，在加班。大家都太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也给我一点时间想一想公司下一步怎么走。所以全员休假，期限待定。你在开玩笑吗？这等你想明白。那要是你一直都想不明白，这公司不开张了。而且现在舆论刚好有好转，我们必须乘胜追击啊！我们乘胜追击什么呢？
拿回威恩斯抢走我们的一切，创意、名誉、尊严。有时候太在乎输赢，反而会忘了真正决定输赢的东西是什么。这次丢掉了 VIV 这个合作伙伴，虽然有10月和 Winston，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为什么没有了 VIV 我们就输了？为什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新公司可以把我们成立了3年的极客飞行搅得一塌糊涂？我们究竟依赖什么在无人机市场里面生存？如果我们没有带有极客基因、不可被复制的作品，不管我们花多长时间去研发，最终都只能忙于跟各种各样的竞争公司对打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但是我们的初心并不是跟哪一家公司去竞争，我们都清清楚楚的知道，我们要做的是载人无人机。做极客飞行，是为了把科技带到日常生活里，让无人机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、更便捷。这些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但是3年了，大家都太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也真的不知道公司下一步要怎么走，大家一起想想公司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喂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温迪，我们家这煤气是没有了还是坏了？你不会是想做饭吧？对啊，你这都不大半年没做饭了，你们家煤气总闸肯定关着呢。煤气还有总阀吗？你现在走到厨房里，然后面对灶炉台蹲下，把左手边的第2个柜子打开，里面有个蓝色阀门，看到？把这个蓝色阀门逆时针向上转90度就行了。我找到了，我看看啊。嘿嘿，有火了，有火了！哎，不过，你确定要自己做饭吗？哎，我需不要先抱个火警备着？太逗了你，我那是平常没有时间做。我做这饭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就点着火呢。
过来，过来，哎哎，给我站好，站好。哎，你怎么又输了？啊？就算不被谁了解，我执着的谎